只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。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我劝你最好配合一点，不要再给我绕圈子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被你绑架的小女孩现在在哪里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在马来西亚已经是被通缉的嫌犯了。你绑架了这个小女孩，把她藏在某个地方，一切证据都有了，你还想否认？警官，我是打伤人来自首的。你还装疯卖傻！这个小女孩是你前女友的女儿，我们也在你家收到小女孩的衣服，你以为你还能够抵赖？我没有绑架什么小女孩，更不知道她在哪里。要是这个小女孩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就准备被起诉谋杀。我只知道我打伤人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小女孩的事情。你再问下去，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带她去扣留室。徐警官，周启良是不是已经承认打伤鲁先生？对不起，以上你问的问题我都不能回答你。他是不是绑架那小女孩？你知不知道她的下落？我说了，我不能回答你。汤律师，你不是周启良的辩护律师，也不是他的家人，麻烦你不要再插手了。我只是想协助调查，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很抱歉，如果你想知道什么，请一切按章行事。麻烦你不要再烦我们调查了，不然不要怪我公事公办，清楚吗？Helen， 我迟到了，对不起，刚才来的路上有点塞车。没事，跟他一样。哎，你很不够朋友哎，竟然瞒着我这么久，还有我从我的员工口中才知道你跟安生的事情。其实我跟安生确定关系也是不久前的事，也不是刻意要隐瞒，我们是想稳定了才公开嘛。对哦，当初是你介绍他进入 M&E 的，为什么那时候没想到啊？我在英国的时候，他帮我解决了一些麻烦，我是真的欣赏他的能力才介绍给你的。一开始我们也只是普通朋友，直到后来才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介意我问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吗？是他主动？算是我主动吧。刚开始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接触，后来私下巧遇几次，才发现他很有魅力。接触几次之后呢，也发现他体贴的一面，所以才决定尝试跟他交往。不过直到现在，我们还是时常有意见不合的时候。跟他意见不合是很正常的事吧？看来你也是受害者之一啊。不瞒你说，从他加入 M&E， 我跟他2、3天就吵一次。就像之前，不管我跟艾薇怎么劝他，叫他不要接他朋友的离婚官司，他就是不听，而且态度还很坚持，还说如果不接的话，他就辞职。你是说简俊豪跟汤美琪的离婚官司？是啊，他也有向你提起过这件事。安生是有提起这个汤美琪，听说他们以前是大学同学，也难怪安生会这么帮他。那汤美琪的工作态度怎么样啊？
跟一般新律师的毛病都一样，太过理想主义，又不够随机应变。不过基本上还算是有潜质的。是吗？怎么跟我听的好像不太一样？你听到些什么？其实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也蛮担心你的律所会被受影响。毕竟一个在道德上有污点的律师，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影响公司的名誉。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好像不太好。米奇现在是我的员工，我身为老板的，应该有权利知道他过去的事吧？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啦。还是你效率高？当然，我可是不眠不休，用尽所有人脉，千里迢迢才从马来西亚的记者朋友那里挖到周启良的资料档案，比独家还独家。你们查到什么新的资料？话说，这个周启良真的不简单，19岁打劫伤人勒索，几乎什么坏事都做尽了。后来有一大半的人生都在监狱度过。最后一次入狱是因为伤人罪，出狱后就到一家修车厂工作。可是不到1年，又因为涉嫌掳走前女友的孩子而被警方通缉，从此就下落不明。前女友，你有没有她的资料？有，她叫罗美玲，在酒廊当陪酒小姐。她有个4岁的女儿叫罗敏儿。罗美玲是一个未婚妈妈，所以女儿一直都跟妈妈姓。听说这个周启良是因为常常去酒廊喝酒才认识她的，后来还跟她同居一阵子。你有没有查到周启良为什么要拐走小女孩的原因？这倒没有，可是照理说，应该不是为了绑架勒索。一个陪酒小姐会有多少钱来让她勒索呢？除非周启良跟他前女友结怨，他想要报复。我查到的就有这么多，不过现在至少有些眉目了。你那个委托人之所以会被袭击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上次上门找周启良的时候，让他发现到匿藏在家里的小女孩。周启良为了不要让事情曝光，所以才对刘先生下毒手。可是小女孩至今下落不明，我们不能证明这2件事是相关的。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反正周启良都已经自首了，你也算是功成身退了吧，没有必要再继续查下去。你们为什么一直叫我不要查下去？不然呢，都已经不关你事了。你身为记者，应该有追求真相的决心。那你想我怎样？我想你再帮我一个忙。并不是什么好事。你不是说警局有人想追求你吗？那许正义真的烦死人了。你也认识许警官？不会那么巧吧？你该不会是要我找他帮忙？嗨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有突发新闻啊？不是，我是在来送甜点给你的。我可以进去吗？哎，这家甜品店刚开张，而且他们的榴莲 cheese 蛋糕真的超好吃的，而且就在附近。我刚才排队的时候就想说，之前一直麻烦你，也没有机会好好的谢谢你，就想说买这个送你。你也可以和你的同事一起吃的。这个只是蛋糕，应该不会被人当做贿赂吧？当然不会了，可是要你破费，还是不太好吧？小意思，希望这个蛋糕合你的胃口。当然合我的胃口了，我最喜欢吃榴莲了，尤其是加上 cheese 的，简直是人间极品啊！那你那些同事呢？他们应该也吃吧？有的吃就偷笑了，他们哪里还好意思嫌弃啊？那我就带他们先谢谢你了。哦，对了，这17号你有没有空？怎么了？刚好我拿到2张 Oliver On 的演唱会门票，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看？演唱会？我跟你？当然啦，之前你不是约我去看 Bad Boys 演唱会吗？结果我爽约了，这次就当做是我对你的补偿，你 OK 吗？哦，现在是午餐时间，我们边走边谈吧。喂，怎么啦？不会是想要拒绝我吧？你是不是有事要找我帮忙啊？被你猜中了。喂，莎莎，表姐，
我打听到一些消息了。是不是从徐警官那边？是啊，我费了很多功夫才从他嘴里挖到一些内幕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，警方目前还是没有办法从周琦那边问到小女孩的下落，不过也不排除小女孩可能已经遇害。那出入境资料你查到什么？该找的警方都已经找了，就是没有消息。我不相信周启良会把小女孩给杀了。如果他真的这么做，为什么去自首呢？也许他知道逃不掉，选择面对现实呢？如果他真的要把小女孩给杀了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把她带来这里，然后把她给藏起来呢？可能他心理扭曲了，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呢。我觉得他一定有特别的原因，才会把小女孩给藏起来。会不会是你想太多了？本来事情没有那么复杂的，结果我都被你越说越乱了。安生，哎，在忙啊？再看明天上庭的资料，看完了就不用把工作带回家。是不是约了 Helen 啊？没有啊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怎么这么低调，连我都不知道？其实我们认识有一阵子了，最开始是在工作上有接触，后来大家相处还蛮舒服的，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。公司上下每个人都很羡慕你，尤其是钟仁，他希望可以像你一样找到一个成功又有钱的女朋友。我们真的应该劝劝他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，比如说是考律师执照。说到有意义的事，我知道你是法院局的义务律师，你有空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啊？我希望你可以劝周启良，把真相还有小女孩的下落说出来。你还在跟这个案子啊？米肖不是给了你新案子吗？我知道，我总觉得周启良有所隐瞒，我们可能可以帮到他。就连警察都不能让他开口，你觉得我可以啊？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？更何况到现在，小女孩还是下落不明，你就帮我这一次，可以吗？好吧，我试试看。谢谢你。医生，他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？有可能是癌细胞复发，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会扩散到其他的器官。之前你不是说只是肝脏细菌感染而已吗？没错，可是现在情况越来越恶劣，我们不能排除复发的可能。详细的情况还得等今天下午的化验报告。而且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最好通知他的家人过来这里。真的没有其他医治的办法了？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减轻他的痛苦。现在病人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陪伴。他没有家人，他只有我这个朋友。那这段时间你就好好陪伴他吧。过多2个小时，我会再过来替他做检查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妈，吃点东西吧。我没胃口，吃不下。别硬撑了。如果你也病倒，麻衣由谁来照顾？要不要通知马阿姨的亲戚朋友啊？不用了。他不想别人知道他病情，他不想别人为他担心。可是以他现在的情况，我们是应该通知他们的。如果真的要通知，应该是通知以前孤儿院的孩子，因为就算他病了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孩子的生活。你有没有他们的联络方式啊？我跟他们不太熟，只是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见过他们。后来，他们一个个离开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们回来过。再说，
马阿姨从来没留下他们的联络方式，因为她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。所以后来她病了，就算他们没有回来探望她，她也从来没埋怨过。马阿姨就是这么的无私，处处都为别人着想。我却觉得她傻。她这一生，处处都在为别人着想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什么。不如我们为她做一点事。马阿姨有什么未完成的愿望吗？没听她说过。自从她病了之后，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，她有什么遗憾。先生，有事吗？你认识里面的病人？对，我想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你们还没回去啊？还没。哎，刚刚是不是有人来过了？是一个男人带来的。那人呢？他有急事，已经走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？真是的。也许他是害怕面对这种生死离别的场面吧。如果有心的话，再怎么忙都会想办法留下来多陪陪他。对了，探病时间只剩半小时，你们要尽快哦。知道了。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他的干儿子送来的。马阿姨有干儿子？他偶尔会送水果篮来医院，但是人呢没怎么出现过。马阿姨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他。你认识他？我只知道他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而且也是个律师。他是不是姓吴的？姓什么我不知道，不过马阿姨非常在乎他这个干儿子。周先生你好。我是连恩生，现在正式代表汤律师担任你的法援律师。你的案子我已经研究过了，根据警方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，情况对你非常不利。但是作为你的代表律师，我一定会为你争取最合理的判决，前提是你要跟我好好合作。那个男的还没醒来吗？醒了，情况也算稳定，只是暂时不能出院。虽然你这一次是自首，也愿意认罪，但因为涉及到严重伤人，所以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最后被判坐牢的几率很高。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罗敏儿的下落，移民局那边有你们一起入境的记录，就算最后找不到他，控方还是可以起诉你非法禁锢，甚至是谋杀。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就不是坐牢那么简单了。我知道，周先生，关于这件事，我需要你好好向我坦白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帮你。你是不是把它藏起来了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？很简单，我希望帮你打赢官司。现在你面临的指控已经很严重了，如果再不配合警方的调查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现在有没有好处，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就算最后被判重刑，也无所谓。周先生，请你相信我一次，把你的问题说出来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。你真的想帮我？是。我
倒有件事情，真的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真的不知道周启良在固执什么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也搞不清楚。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的？还是放弃吧。可是这样就放弃，我真的很不甘心。或许有一件事情，你可以帮他。他叫我帮他把银行里的钱全部转给这个朋友。如果你想继续查下去，可以从这个人下手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说是很久以前欠的钱，想在入狱之前全部还清。不过我表示怀疑，你继续查下去，或许会有新的线索。可以说的我都说了。你真的没有骗我？你那边还是没有关于周启良的资料？他还是坚持跟罗明的失踪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所以是说还是没有罗敏的下落？这个怎么了？根本不说。现在还在初步调查阶段，我不方便说太多。所以是有线索啦？我真的不能透露啊。就让我知道一点点都不行吗？很抱歉。小沙，小沙，不透露就算了。这张照片是在周启良家附近的公园拍的。你看，你还会觉得周启良会对罗敏儿下手吗？他们两个人关系看起来很亲密，如果说是一对父女，也说得过去。所以我之前的推断可能是对的。周启良一定有特殊的原因才会把罗敏儿给藏起来。罗敏儿又不是千金，又不是什么天才儿童，为什么周启良那么怕曝光？难道罗敏儿还有不为人知的身世之谜？我觉得周启良可能是想保护罗敏儿，只希望小女孩现在不会有事。薛警官那边你查到什么？他说罗敏儿的妈妈过2天就会过来这里协助调查，也许到时候你可以探听更多的消息。那陈耀辉呢？你又查到什么？他在 Woodlands 开了一间修车厂，是周启良在监狱认识的朋友，地址我有了，发给我。哦。这次我算还清欠你的人情了吧？我还会请你吃日本餐。真的吗？谢谢你表姐。不客气，你先回去吧。哦，好。拜拜，拜拜。美琪，你上来，我跟艾薇有事要跟你谈。好啊。不好意思，要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我们也很为难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你们才会提早停止我的实习？不要误会，问题不在你身上，我们也没有怀疑你的办事能力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刚好面对人事调动，所以才会决定停止接收实习律师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坦白地告诉我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你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？既然你那么想知道，我就老实说好了。11年前，你是不是在 Kelvin Partners 当过实习律师？是，当时我也提早离职，在履历上我也写得很清楚。你只实习了3个月就离职了吧？当时我怀孕，我老公的家人不希望我继续工作，我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真的是这个原因？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，因为你跟 client 有染，导致 client 的老婆上门大闹，才会被辞退的。完全没有这一回事，你听到的只是谣言。那你的解释是什么？当时的确有个 client 想追求我，但是我很明显的拒绝他，还刻意保持距离。他的老婆要误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跟那个 client 绝对没有私情。其实你的个人隐私，我是不应该干涉。但是，如果律师的形象影响到律所，我就不能不管。你们不相信我的为人？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潜质的律师。不过为了M&E的声誉，我只能做这个决定。希望你能理解。安生，哎，正好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。你先不要理这个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么慌慌张张的？不是我啊，
是美琪。Come in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一次你又要跟我争论些什么？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解雇美琪？她是我的助理律师，你要辞退她之前，是不是应该先问过我？你冷静一点。对你或者是对美琪，我都没有任何的偏见。我会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律所的利益着想。美琪入职不到1个月就被解雇，你知不知道，要是传出去的话，这对她的前途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。艾薇也同意我这么做，所以你再跟我争论下去也是没有结果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美琪到底哪一点和律所的利益有冲突？她以前实习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不光彩的事，有信誉问题。如果我继续用她，我怕会影响艾美丽的声誉。什么不光彩的事？你跟她不是好朋友吗？难道她没有跟你说，她曾经因为介入 client 的婚姻，结果被人家的老婆找上门投诉？怎么可能？这种没有根据的消息你也信？是有人告诉我的。谁？那个人你比我还熟悉。马阿姨，汤还很烫，等一下才喝好吗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不要这么说，你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的吗？都能转到普通病房，就代表我好多了。医生说你的情况算是稳定下来了，癌细胞也受到控制。我跟妈知道的时候，真的很开心。生死有命，我早就看开了。你是我认识最乐观的人，你一定能熬过去的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重新当律师了，还适应吗？不错啊，你不必担心。那就好，你要好好加油哦，我支持你。那你一定要早日康复，看我做一个真正的律师。你知道吗？你妈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，可是她一直都以你为荣。记得你妈年轻的时候，也是很想成为律师，只可惜成绩就只差那么一点点，没办法考上。这件事她有跟你提过吗？没有。他很少提起以前的事。他肯定是把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你的身上，才会给你这么大的压力。而且你也知道他是当校长的，无形中他就把学校那一套带回家里，所以有时候呢，就难免会让人觉得他不讲道理。其实有时候啊，他也是无心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有试着跟他沟通，可是我们就是总是吵架。我跟他就像水和火一样，根本不能相处。虽然他说话是很刺耳，不过都那么多年了，他能够一个人一手把你带大，实在不容易啊。所以有时候你就不要太在意他讲的话。哎，对了，你对小时候的事还有印象吗？我对小时候的东西没什么印象，我只知道我3岁的时候，爸爸在一场车祸中丧命。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啊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普通聊聊罢了。哎，我想喝汤。我拿给你。
美琪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一整天都联络不到你？我手机没电。你没事吧？你也知道我被炒鱿鱼的事了，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告诉你，只会制造麻烦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说服米肖。不要这样做啊！他们辞退我一定有他们的理由。我不想你因为这件事跟他们的关系又闹僵。就这么放弃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说不可惜是骗人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，我饿不死的。你不要再拿你的前途来当赌注。美琪，安生，我是认真的，不要再干涉这件事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我们今晚喝这瓶吧。心情不好啊？是不是你的主意？什么主意？美琪的事。为了今天的晚餐，我准备了一个下午。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要跟我提那个女人。你为什么还要针对她？我不是已经公开了我们的关系，我也答应过你会跟她少接触，这样还不够啊？麻烦你搞清楚，放不下她的不是我，是你。如果当初你彻底的跟断绝关系，我需要做那么多吗？你敢说你介绍他进 M&E， 不是为了要制造多点机会跟他在一起？我都说了，我真的只是帮朋友。在我的面前，你就不用掩饰了。我坦白告诉你，当初我叫 Desmond 对他做的那些事，我还没有打消过念头。如果你想看到他平安无事的话，最好不要背着我再继续搞小动作。是吧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？有心事啊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看来我们是心灵相通了。我正想找你谈美琪的事。其实，以我看人的眼光，美琪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律师，放走了她，对 M&E 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你现在是改变立场了？也不是，只不过有关之前你说美琪跟客户有染的事，我是有所保留的。加上那是10年前的事了，如果因为这样而失去一个有潜质的律师，会不会太不值得了？对我来说，谣言的真假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告诉我消息的人是 M&E 的大客户，我不能得罪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多说了。放心吧，安生那边由我去安抚他。不过这几天你少跟他接触，以免发生口角。有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强势，让你没有面子、没有地位？当然不会啊，我们都合作了那么久，我还不了解你的性格吗？坦白说，我真的很欣赏你的能力，真的。10年了吧？我们从当初一间小小的 office， 到今天这个规模，幸好这段日子有你陪我并肩作战。能在这一行拼搏，是我的愿望。我只是在做我喜欢做的事。M&E 有今天，都是你的功劳，我要谢谢你才对啊。
如果当初你没结婚，现在不管在公在私，我们绝对是最好的 couple。现在不是很好吗？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的？其实现在这种生活是你最想要的，对吗？米莎，我今晚不能陪你了，家里有聚会，我答应家人要早点回去。啊，不准生气的，嗯。It's okay。那你也别喝了，等下坐德士回去，不准你开车，知道吗？嗯。就在这里附近。伟琪啊，没事了。什么事啊？其实不算什么大事啊，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。如果是关于我离职的事，我是不会回答你的。为什么？是不是米肖发现你私自调查周启良的事，拿你开刀啊？其实这件事情多少也与我有关。我关心自己未来在 M&E 的发展，这不算过分吧？你放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是不会连累你的。我只是希望在我离职之前可以找到罗敏儿。你不会不帮我了了这个心愿吧？走吧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老板在吗？你们要修车啊？我们在找你的老板陈耀辉先生。我是，找我什么事？我们是 M&E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叫汤美姬。他是我的同事，我们现在负责周启良的伤人案，是他托我们来找你的。他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不来了？目前的局势对他来说很不利，不过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帮他减轻罪行。陈先生啊，你知不知道周启良和这位小女孩的关系啊？喂，你们是警察还是律师啊？问那么多，有没有名片？有，这是我的名片。陈先生。你再看清楚一点。没有，你都还没看清楚，你这么确定？我都说没有了，你要问我多少次？阿亮叫你来，是不是有钱要给我？是啊，他是叫我们把钱交给你，不过因为现在的身份，转账有点问题。哇，那弄多久？只要程序上的手续一通过，我们就会通知你。那你们有多快就多快吧，我急着用钱啊。不说了，我忙的。看来这个陈耀辉担心他的钱比周启良的命还要多。我很肯定，他认识罗敏儿。如果他真的认识罗敏儿，他为什么骗我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肯定跟周启良把罗敏儿藏起来的事有关。如果真的被你猜中的话，这个陈耀辉肯定知道这个小女孩的下落。莎莎。什么？周启良，你为什么承认杀害罗敏儿？你明明就不会这么做啊！汤律师，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警方办事。徐警官，你要带他去哪？到法庭申请延长扣留。他根本没有动机杀害罗敏儿，是他自己亲口承认杀死罗敏儿的。你把整个犯案过程说了出来，我们已经派外人到他弃尸塔狱搜查，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。汤律师，我劝你还是适可而止，不要再妨碍我们警方执行公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？Helen，Hi Michelle。
不用了。你不叫点东西吃吗？不吃了，我等下约了人呢。那好吧，这一份就是根据你的意思拟定的合约，你先看看吧。不用看了，既然找你，就知道不会出错的。我知道你相信我，不过以防万一，在签约之前，我建议你还是请一个律师顾问看一看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找我。不会的。对了，我听说你提早结束了汤美琪的实习。上次听你这么说，我也有点担心。后来回去想一想，觉得把他留在MAE会有点冒险，所以我把他推荐给 Gary Spencer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不是，只是我没有想到你对女人还是这么心软。不是我对那个汤美琪有偏见，只是像她这样道德上有缺陷的女人，不管去了哪里，就像米缸里的老鼠屎，不可能改变的。毕竟我曾经跟她共事过，我只是想留一条后路给她。万一对方到时嫌弃你介绍的人，那怎么办？有时候跟不好的东西划清界限，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毕竟你也不想因为一个人而影响你个人的名誉吧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算了吧，既然周启良坚持不肯见面，我们也无能为力啊。你真的觉得他会杀害罗敏兰？他都已经认罪了，而且又放弃律师辩护的权利，我们这一次啊，真的是 game over 了。我不相信他为了报复会这么做。其实周启良的解释也挺合理的，毕竟罗敏儿她是个小孩，病发的时候她会哭闹，这一点刘先生可以作证，警方也可以这样推测。因为周启良知道罗敏儿她是个负担，再加上工作压力大，情绪失控，所以就狠下心把她给杀了，然后才弃尸。如果他真的觉得罗敏儿是个负担，当初就不会把她给拐走。要报复有其他的办法，为什么要自讨没趣呢？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么冷血的事。再善良的人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吧。我想回去陈耀辉的车厂看一看。老板，我们关店了。哎，你不是那个律师吗？我不是律师啦，我只是助理而已。哎，这个我不理。那笔钱什么时候可以拿到？我今天来的目的就要通知你，那笔钱很快就过账。哇，那太好了。不过明天你必须到律师楼一趟哦。到律师楼干嘛？因为有些文件需要你去签，那笔钱才能够过账。啊，那明天我去你们律师楼吧。好。其实我有些事情想问你。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呀？是关于周启良的事情。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